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？是什么让你改变心意？那所以你那时候萌生想要留下来这个动力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，所以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吧？没有，他认真的。他认真的。嗨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德意志 Leben。我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个在德国越来越流行的一个制度，叫做职业培训。那为什么我想要来介绍这个制度呢？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台湾呢，可能有一些人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想要出国生活。那除了读书跟出国工作，那还有什么机会呢？今天就邀请到最近刚透过职业培训这条路拿到合约、拿到工作的 Natasha， 请她一起来分享一下她这段过程。那我们一起欢迎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atasha， 就是很幸运的，就是最近刚刚拿到了奥斯比东合约，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。就先请 Natasha 稍微介绍一下你来德国之前的背景好了。哦，介绍之前我们可以就是来个那个德国的惯例。没错，这一 part 不错，这个很德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还特别是 Natasha 准备的。非常感谢你。不会，小事。其实我之前已经有大概10年的工作经验了。那这10年呢，我就是做国外业务，还有供应链管理相关的。那因为很幸运的，我就是有录取了外贸协会的国际班德语组。那德语组第2年嘛，是要到德国这边，就是为期10个月的德语课程培训。到了德国，一开始我可能就是不太适应这边的天气啊，还有这边的人，然后交通之类的。但是到了半年之后，我就习惯了，也觉得说，德国好像可以再留一下，对，所以我就萌生了想要申请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要应征工作，但是发现工作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。对，那就开始研究 Ausbildung。对，后来你就透过 Ausbildung 这个制度留下来。但是我们想要回过头来这边聊一下，说，你先透过10个月的培训课程来到德国这边嘛？但是你说你半年就有萌生想要继续留下来的想法。对。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？是什么让你改变心意？因为你刚开始来觉得，这个天气啊，然后交通啊，让你觉得很不习惯。就是这个关系到这边的一些人文化，因为我在德国待了半年之后，我就觉得这边就是追求功成名就的氛围没有这么浓厚。因为在台湾，你可能你今天如果35岁了，那你可能年薪没有200万的话，就会被觉得，你之前在干嘛？你怎么那么不认真？对，可是德国人好像不鸟你，就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然后好好安分守己做自己的事啊！你就算你在工厂，你在哪里，然后做一辈子，也没有人会 judge 你。好，再来就是这边的比如说薪资水平，其实你收入越高，那你课的税也越重，所以其实贫富差距没有这么的大。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下，我就觉得还心理上面觉得蛮舒服的。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这边。你如果不要吃外面，你可能就是在超商，其实你生活的，比如说饮食啊，不会有就是花费不会太大。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更多的娱乐，看电影啊、溜冰啊，或者是吃外面餐厅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更努力一点嘛。那这样就很公平。对，就是这个就是可去做，也不一定要去做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整体生活下来还是蛮舒服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换了一个新的生活模式，然后你喜欢这个生活模式，你就会有那种动力去继续保留这个生活模式。对，所以我想这就是你想要继续留下来一个动力吧。是的。那所以你那时候萌生想要留下来这个动力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怎么去留下来？就是一开始的话，我就想说透过找工作的方式嘛。可是殊不知，就是杜塞道夫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化还蛮浓厚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以如果我要找一个国外业务的工作，或者是纯英文的工作，面临到的竞争就会是像是印度啊，或者是其他可能母语也是英语系国家的人。那他们甚至就是履历都非常的漂亮，可能就是在非常大的公司任职过，所以相对来说，我的履历就石沉大海。你那时候也投了很多履历，对，我投了很多履历，连就是回那个拒绝信都没有。对啊，就寄到外太空的。所以你那时候寄了很多信出去，然后都没有回复。后来是怎么发现Ausbildung这个机会的？
奥斯比东的话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语言班，一开始可能 A 指 Y 的时候，可能老师就是开始教单字嘛，就有讲到这个词，把整个德国的教育系统也很详细的做介绍，而且就是很多人都说奥斯比东是比较容易留下来的方式，于是我就着手开始研究。就是什么样的奥斯比东是我可以去试着去投递履历的。那你当时有在某个平台去找这个职位吗？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德国可能比如说 Stepstone，或者是 Monster， 或者是比如说 LinkedIn， 对这样的平台，你是在这几个平台上面找的吗？大概就是这几个。大概就这几个。对对对，就跟一般的找工作的平台是一样的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可能还有 Ausbildung Deutsch。就是这几个平台。是你那时候在找的时候，语言的限制？基本上如果要投递奥斯比东履历的话，就都要用德文，都要用德文的履历跟动机信。所以你那时候找100%的职位的描述都是用德文写的吗？对。你有看到用英文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OK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很考验自己使用现代黑科技的能力。对啊，可是你要用那种全翻译的话，你还是要有德语底子，不然它翻译错误，你还是看不懂。从这里来看的话，你如果要来德国找 Ausbildung 这个职业培训这条路的话，你的德文能力其实至少要B1、B2吧。B1是基本的，而且是你的听说读写都有达到B1程度，不是只有你的阅读或者是你的那个学海本嘛，然后只有只有B1，这是不够的，因为你到时候是要跟人大量的沟通的。到那个职场上以后，你真的就要用德文去沟通。对对对，甚至面试的时候，你就要跟人家用德文沟通了，还有面试电话的时候，对，那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你是完全听不懂的。就是他电话打来就已经要讲德文了。对，没错。你不是收到一个 email， 然后问你什么时候要接电话，电话直接打来就是德文。对，他无预警打来。无预警打来，你可能正在 shopping 之类的，对，没错。哇，这突然就要讲起德文，也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东西。非常有挑战，我还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就丧失了面试的机会啊。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就有丢销售相关的，然后我就真的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。然后对方就说啊，我这个工作的销售你听不懂，那我可能没有办法。是。这一点来说呢，如果你要来德国参加这个职业培训这条路，德文先修是还蛮重要的。对，非常重要。然后我真的强烈建议，就是在台湾至少B1的程度再过来上，不然你上课真的是会有非常大的代沟，真的完全听不懂。而且这边的教学方式其实不一定适合台湾人教学方式，台湾会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方式，可是德国的话就是放飞的教学方式，对，他就可能。他就是也不管你有没有读，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分数给你给很低，对吧？那你的程度也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提升。那时候你就开始找这个职业培训的这个工作。那你那时候开始丢履历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一样是那个德文的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也是。用海投的心态去丢这个履历，以前的经验嘛，其实都是国外业务跟供应链管理。对，那我就是把这个履历翻译成德文，然后就海投，然后就发现，投了可能1-2个礼拜，就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理。对，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，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做客制化的履历。客制化履历是指说看到这个职位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你会写相关的 cover letter 吗？对对，就是我在我的履历上面嘛，比如说我今天是要投饭店业好了，那我会特别强调我之前读的是观光学系。对，虽然奥斯比东本身是一个培训你可能没有经验没关系，要培训你的，可是它还是很讲究。那你没有经验，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很热衷这个产业？然后你有没有去做过实习啊？你有没有去当过义工啊？这样子的。据我之前听过就是德国的小朋友，他们在可能国中阶段就要去探索他们的兴趣，然后他们就会做很多种实习。对，那这个经验呢，可能之后就可以衔接到这个 Ausbildung 这个制度。OK， 想要再问一个问题是说，你在找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年龄的限制？他在那个职业描述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写到，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有一些潜规则。就比如说饭店业，他可能就是要年轻，然后颜值高，身材姣好的，然后好控制的。对对，要有那种服务特质的人。其他产业的话，比如说像我觉得食品加工业，它倒是没有那么讲究。食品加工业可能就通常会在工厂里面工作嘛。对对。然后不用去面对客人。对。
所以这个颜值的部分不需要这么讲究，不太需要。那颜值高可能还加分。我觉得他们在职位描述上面也不会去限制年龄，但是你真的去面试或真的收到这个履历的时候，对，他们可能也会去做这方面的评估。对，我认为其实私底下是有偷偷的评估的。我自己的例子的话，我已经超过可以打工度假的年龄好几年了。哦，好，对，OK，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申请的话，就不要顾虑太多，说什么啊，我国中没毕业啊，然后我现在年纪很大啦，我怎么样怎样的，就不要，就是申请了再说，永远不嫌晚。是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聊聊的是，你投完履历，接下来就获得了一些面试机会吧。那这个面试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分享的 ？OK， 就是面试有分2种，一个是电话就是大概问你的状况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面对面的。那电话部分的话，我一开始接到电话，我应该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丧失了两三个面试的机会，就是接到电话，结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，甚至连他们只是问我说啊，你最早可以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我也听不懂，但我挂完电话就听得懂，我很神奇哦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挂完电话再思考一下刚才那句话。因为电话面试受挫嘛，所以我就会开始准备说我的自我介绍啊，然后我的动机啊，然后我就把它背起来。对，背起来之后，其实你会发现，面对面的面试，他不会问你太多深入的问题。有可能是因为我面试的工作是偏手工艺类的，对，技术类的，所以它比较讲究是实作性。所以其实我就准备我的自我介绍跟我的动机，那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。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他会问说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然后请在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表现自己。因为像我那时候，我就说，我真的有非常大的动机，然后想要推广德国的面包到台湾啊，然后巴拉巴拉的，对，就是拍他马屁啦，拍他马屁，拍德国的马屁，对，我想大家求职的时候都需要有这一段，对，这个自己多 match 这个产业啊，然后自己过去的经验做了什么，然后符合这个工作要求，这个职位要求这样，接下来呢，你就顺利拿到合约了，是不是？顺利拿到合约之前，还有一趴就是那个老板就是有问我说，那你之前有做过面包的经验？因为我拿到合约是 baker him 嘛，那就是面包师。他问我说，你之前有做过面包相关的工作经验吗？我说，我没有，可是我有在食品工厂工作过。我老板就说，好，那你来实习好了。然后我那时候。就是我实习，我想说，应该正常时间的实习嘛。好，然后我就老板说，可以啊，什么时候？他说，按那个晚上11点到早上7点。是当守卫吗？警卫？吓到。那我想说，你是在吓我，是要赶我走吗？然后说，好啊，就装没事说，好啊。OK。所以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吧？没有，他认真的。他认真的。所以半夜做面包。对，半夜做面包，这样才赶得及早上。对，因为要新鲜的面包。OK。对，所以就是大家在吃德国面包的时候，都是大家的血跟泪还有生命做出来的。这是大夜班做出来的。对，请不要浪费食物 ，OK？ 原来如此。哇，我吃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才知道这个。好，然后就是我实习的这个礼拜嘛，我觉得实习有一个部分很重要，就是你要非常的主动。因为像我去的第一天呢，我感觉我被放生因为我觉得现场更没有人知道我要去实习，因为我现场的同事啊，其实都是德国人，但是他们看到我也不会说，你是谁？你来这边干嘛？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可能会问。那我去到现场，我发现没有人鸟我，就主动去找人家，就问说，我今天要来实习那我要怎么开始，怎么样的？那其实德国人好像就是需要别人主动吧。就是那个时候德国同事就也很热情说，好，你可能衣服是这一些，然后再来是我带你去现场介绍你给大家认识这样。对，那就因为这样子开始的。在实习的当下，你可能就是要跟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，展现出自己的积极度，然后千万不可以迟到，就是这几个要素。对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老板会去问他现场同仁的意见，对你的评价是对，毕竟因为我觉得像手工艺的这个产业啊，员工的忠诚度很高。像我就是在实习，然后休息的时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都发现他们其实都跟我一样年纪然后都待17、18年。哇！
对啊，所以从很他们的年轻就开始待了。工匠精神，然后忠诚度非常的高，所以我觉得老板一定也是很看重他们现场的同仁。其实我以前也蛮常听到说，德国人做一份工作会做很久。对，那这个10几年其实真的算蛮久的。对，真的非常久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段实习其实有点像是试用期嘛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我想你后来也顺利的通过这个试用期嘛，因为对你跟大家最后其实聊天的过程中都还蛮愉快的嘛。对对对，虽然也是觉得常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了，但是我就是尽量，对，就是尽量挤出自己就是德文的单字。是，不过你现在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工呢？我现在就是还在等我的签证。那你原本是什么签证？我原本是语言签。语言签，然后你就是透过语言签来这边上10个月的那个语言班、德语课，然后开始丢 Ausbildung 的履历，丢工作，然后拿到合约以后换 Ausbildung 的签证。对。哦，那这个 Ausbildung 签证是要附上什么资料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蓝卡差不多，就是要附上合约，然后附上你的语言能力。蓝卡可能不一定。蓝卡不用。哦，蓝卡不用。对。然后语言能力。那还有你的住宿资料，没有懂的资料，没有懂资料，住宿合约这样。这个蓝卡也没有。哦，蓝卡也没有。对 ，OK， 好。然后这个签证种类叫做16A 啦。那你现在非常期待新的生活开始吗？对啊，就是在期待新的生活，然后期待就是可以有更多的素材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也有这 Instagram 嘛。啊，对，说到这个我会把这个 Natasha 的 IG 放在这个影片描述栏，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。对，虽然干话很多，但是就是无聊的话可以看一下。是，这个你当初创这个 IG 的时候，我也是有点好奇，为什么Natasha前面要加一个8+9？哦，我就是想要，我想要传达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想出国的人不一定就是要非常的 international， 像我觉得我蛮台的，然后就是很 free 很台，然后也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人。那如果像我，然后我又是一种资质很平庸的人，对我也可以出国了，所以就是鼓励大家，如果想要跳脱自己的环境，然后跳脱自己的舒适圈，想出来的人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教材，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想到这个大家出国啊，可能都是台清交成，或者是家里很有钱，成绩很好的学霸。对，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成绩不好啦。我的那个语言天分真的没有那么好，像我那个高中英文的只考28分，详情可以看我的IG 有一个系列是只考28分到讲英文黄色笑话。对啊，刚好有人经历。如果你有付出你的努力啊，其实你都会有所成长。对啊，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滴水穿石嘛，是贵在坚持，不是说那个水就是很厉害，水的力气很大，是贵在坚持。对，每天不断的累积，那持续的，对你可能有一天就有看到你付出的成果。我想最后呢，请 Natasha 给这个正在看影片的你，如果你也想这个跳脱你现在原本的生活，你对于这样有这样想法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受限，不要想说我年纪太大，然后什么我那个德文我不会讲德文啊，或者我不会什么样的，就是先开始。要开始之后也是要有策略性的，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当护士，那我可能就是要有一些类似护理类的志工或者是义工的时数嘛，对啊。我今天如果是对厨师有兴趣的话，那我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厨师相关的实习，对。然后就是在你进行的途中，然后你慢慢调整，慢慢去修正，对。但是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设限说不可能啊，对啊。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德文真的先学好，在台湾学好，然后而且像以我自己的例子的话，我就是可能学到杯爱是杯直赖的时候，开始用德文找资料，比较不会这么的卡。而且我学到杯直赖了，我用德文找资料，我还是要用翻译，但是我至少可以知道说翻译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好的点，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翻译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这个职业培训这条路啊，我觉得来到这边都是做一些比较
基层相关的一些工作。对，那这个基层呢，基层的工作就会很常去接触当地的居民。没错。那当地的居民呢，你就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去跟他沟通。职业培训这条路呢，这个德语的能力需求就蛮大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那我问一下说，这个你每天你上课跟工作的分配是怎么样？就是我老板是跟我说，我有3天在他们的工厂上班，然后2天在学校上课。那就是还蛮学以致用的。对，我觉得他是以工作为主，然后学习为辅，就是透过学习，然后去厘清或者是验证你工作上学到的所有事情。真的可以去培养出一个这个产业需要的人才。理论上的知识，然后也有实作上的经验。这个对产业来说是蛮加分的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或者是追踪 Natasha 的 IG， 直接去问她也是可以啦，但是最好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对，欢迎留言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呢，记得帮我点个赞。那订阅呢，就不会错过之后更多的访问哦。那我觉得这支影片呢，你很适合分享给目前正在想说离开台湾，然后去找寻一个新的人生的朋友，好吗？对，或者是想要脱离功成名就框架的文化氛围的话，就是也是一个新的选项。不想要搞国外硕士，对啊，就是可能想要学个一技之长的话，没错，一技之长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来这边念书，念完书你还是要进入职场，还是要学习你的技能。对，那倒不如直接开始学习技能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以我是 Baker King 来说啊，就是我的合约上面，我第1年的薪资是930，然后第2年是1020，第3年是1110。对，那但其实就是像很多奥斯比董，他当时在招募的那个资讯栏的话，他也会提供薪资的资讯，可以供大家做参考。那可能就会依照不同的城市，可能大城市、2线城市、3线城市，然后做高低的调整。